10月的中國外貿就像一個突然失去呼吸的病人，前一秒還在自誇出口奇蹟，下一秒就被現實一腳踹進深淵。中國海關總署的最新數據顯示，中國10月以美元計價的出口同比下滑 1.1%， 環比暴跌 7%。這不僅終結了連續8個月的增長神話，更創下1年半以來的最慘紀錄。更震撼的是，對美國的出口暴跌了整整 25%， 這已經是連續第7個月下滑。一個全球制造帝國，竟在短短幾個月間被關稅、脫鈎、去風險打得搖搖欲墜。這不是一個數字的問題，而是一場信心的崩塌。過去幾年，中國外貿曾是中國經濟最後的遮羞布。房地產暴雷，地方債塌方，消費疲軟，青年失業暴漲，只有出口還能撐面子。但現在，這塊遮羞布也被撕開，露出的是一個瀕臨脫水的經濟體。中國經濟的最後一根稻草被折斷。根據彭博社的數據，10月出口預期原本應增長 2.9%， 但結果卻反向下跌 1.1%。經濟學家 David Chu 直言，中國的外部韌性開始減弱，北京再也撐不住了。對歐盟的出口僅增長 1%， 創下自2月以來最低紀錄。對韓國、俄羅斯、加拿大等主要市場更是出現2位數的暴跌，連上海港的集裝箱吞吐量也降至4月份以來最低點。要知道，中國過去20年的經濟神話幾乎全靠出口帶動。2001年加入 WTO 後，中國的出口年均增速一度高達 20%。外資、訂單、工廠曾讓整個東南沿海燈火通明。可如今，燈火正在一盞盞熄滅。廣東東莞一位紡織廠老闆告訴媒體，以前一個美國客戶下單能養活我們整個廠，現在1年都沒見到他回信。浙江義烏的玩具廠更慘，去年出貨量腰斬，今年連原料都不敢進。以前是做不完的訂單，現在是做不完的虧。為什麼9月還增長 8.3%， 10月就突然崩盤？答案很殘酷。那所謂的增長，只是企業在關稅生效前的提前出貨。特朗普政府今年夏天宣布，將對中國商品平均徵收 45% 的新關稅。無數工廠在關稅生效前瘋狂搶運、囤貨、壓價出口。那種短暫的繁榮，就像臨死前的回光返照。現在訂單消化完了，全球庫存飽和，美國買家開始轉向越南、墨西哥、印度。中國的出口機器終於開始掉速。更雪上加霜的是，進口幾乎沒增長，10月進口僅增長 1%， 遠低於預期的 3.2%。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中國的內需正在枯萎，工廠沒動力進口原料，消費者沒錢買外國貨。一個外向型經濟體正在內外夾擊中窒息。即便如此，外界仍普遍懷疑，這已經是粉飾後的數字。中美兩國的統計差距越來越離譜。美國海關數據顯示，從中國進口的商品金額比中方報告的對美出口高出數百億美元。差距在哪裡？被藏在香港？被改了口徑？還是根本造假？國際分析師指出，北京維穩信心往往修飾數據，但從企業層面的微觀跡象看，崩潰遠比宏觀數字嚴重。寧波港集裝箱堆積如山，深圳前海空倉率上升至 58%， 東莞外貿工廠倒閉潮在10月達到新高。義烏的出口代理商訂單量同比下跌 42%。這些冰冷的事實遠比統計公報更能說明問題。中美貿易戰表面看是關稅之爭，實際上是一場供應鏈的脫鈎戰。特朗普在與多國簽訂的貿易協定中，都加入了一個所謂的毒丸條款，任何與中國達成自由貿易協議的國家，必須在90天內退出與美國的協議。
這讓北京想拉幫結派也行不通。與此同時，美國對中國出口的高科技產品持續封鎖，芯片、AI、光刻機、稀土、無人機、電動汽車無一幸免。即便中國擴大了稀土出口管制，以此反制，結果適得其反，稀土價格暴跌，庫存暴增，出口額反而縮水。外交上，北京失去了西方信任；經濟上失去了市場支撐；內部則是財政饑荒與就業危機交織。出口的坍塌只是更大危機的序章。11月初，中國領導人在韓國釜山與特朗普會面，媒體注意到，那是他近年來少有的低姿態，沒有戰狼式的口號，沒有強硬的反擊，更多的是沉默與笑。因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，此刻的中國已經沒有牌可打。過去可以靠房地產掩蓋財政危機，靠信貸刺激拉動 GDP， 靠出口換來外匯儲備。如今房地產斷崖，財政見底，出口塌陷。一位接近中南海的經濟顧問曾透露，對外貿依賴度每下降1個百分點，中國的財政缺口就增加約5000億元。如今出口暴跌25%，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至少1.25萬億元的財政黑洞。更致命的是，外部市場正在永久去中國化。2024年以來，美國從中國進口的比例首次跌破13%，創20年來最低。而越南、墨西哥、印度的份額卻在穩步上升。曾經中國製造統治世界，如今正在被世界所取代。耐克、蘋果、三星、特斯拉都在悄悄撤出。美國的服裝、電子、家具供應鏈正在有序地去中國化。彭博社用一句話總結：世界不再需要那麼多中國製造。而對一個以出口為命脈的國家來說，這句話比任何制裁都更可怕。出口崩盤的背後是一場製造業的大逃亡。曾經，珠三角是世界工廠，上百萬工人晝夜輪班，造出了地球上1半的消費品。如今，機器停轉，廠房出租，工人返鄉。日本日經亞洲報道，2025年，僅在越南北部新增的中資企業工廠超過600家，其中多數原本位於廣東、江蘇。蘋果的供應鏈核心企業立訊精密、歌爾股份把整條生產線搬去了河內。比亞迪也在泰國投資10億美元建廠，生產又舵電動車。連曾視為支柱產業的電動汽車和鋰電池也在印尼、馬來西亞建廠。為什麼？因為那裡的土地更便宜，工人工資只有中國的1半，最關鍵，不用擔心被美國徵稅。越南政府統計，2024年其出口額同比增長18%，創下10年來新高。反觀中國，同期出口僅增長3%，10月更是跌回負數。世界工廠的光環正在被一點點剝離，外資的腳步比口號更誠實。2025年第3季度，中國實際使用外資總額同比下降19.8%，創2012年以來最大跌幅。外商投資企業關停數量暴增3倍，最典型的就是蘇州、昆山、無錫外企撤離潮。微軟、亞馬遜、英特爾、三星都在縮減在華團隊。特斯拉在上海的產線從3班到改為1班。連在中國深耕20年的歐萊雅也將部分生產環節轉移到印度。外資撤離的直接後果就是外匯緊縮。10月份，中國外匯儲備減少了325億美元，創下近2年來最大單月降幅。據高盛測算，僅10月份就有超1000億美元資金通過灰色渠道離境。當資本開始逃離，一個國家的衰退就不再是預期，而是現實。過去，中國靠世界工廠模式獲得巨額貿易順差，賺來的外匯支撐人民幣，填財政窟窿。
但現在順差萎縮，外匯儲備下降，財政缺口開始浮出水面。2025年前3季度，中國財政赤字率已逼近 GDP 的 5%， 地方債餘額突破102萬億元。出口的衰退讓中國失去了最重要的造血功能。更嚴重的是，出口崩盤暴露了中國經濟結構的真空地帶。房地產不行，消費不振，科技被卡脖子，外貿萎縮，四面楚歌。這就像一個正在漏氣的氣球，不論注入多少財政刺激，都在慢慢萎縮。國家發改委內部一份報告甚至警告，若出口下滑持續到明年上半年，沿海製造業就業崗位可能減少超過800萬個。這不是危言聳聽，而是正在發生。有人說，出口只是周期波動，很快會恢復。但現實是，這一次的衰退不是暫時的寒冬，而是結構性崩潰。全球供應鏈在重塑，美國與盟國正在建立去中國化的產業圈。東南亞、拉美、南亞正在瓜分屬於中國的市場份額。中國的勞動紅利消失，成本上升，稅負沉重，政策不可預測。誰還敢把未來壓在這樣的國家？中國商務部還在喊話穩外貿，地方官員還在拍胸保證訂單沒問題，但真實世界早已投了反對票。當你看到出口暴跌 25%， 你看到的不是一張報表，而是一場正在崩塌的模式。出口導向型經濟在終結，中國奇蹟的帷幕正在落下。這場出口危機不只是對中國製造的終極拷問，更是對中國整個經濟模式的審判。當世界開始擺脫中國依賴，中國人該如何擺脫體制依賴？或許這才是這個時代最殘酷也最真實的問題。